在今天的 Upload VR 冬季 VR 游戏展会上，行尸走肉圣徒与罪人快乐3画质更新版放出了全新预告，也正式宣布将在1月16日上线快乐3进行更新。新的实际画面让我们看到了动态照明和阴影，更多的丧尸数量，去除了雾，扩大了绘制距离之后，整体画面质感大大提升。再加上升级后的纹理和新特效，确实算得上比原来版本提升巨大。毕竟最早游戏开发之初还得兼顾快乐41代的性能。不过游戏团队并没有对外透露行尸走肉的续作未来还会不会同样得到快乐3画质加强的更新。不过这次 Upload 的 VR 冬季游戏展示会依然有许多新的 VR 独立游戏冒头，而且有不少都是已发行游戏团队的全新续作。这要是放在2020年以前，基本上小的 VR 游戏团队的第一款游戏就是最后一款游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是比较值得期待的。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老朋友翟老师。我们首先来看 X6O Games 正式宣布的续作《零口径2》。游戏的第一部《零口径重装》最早在2018年上线的时候，也算是市面少有的单人 VR 剧情战役射击游戏。而在后续几年的过程中，也是慢慢的更新，增加了跨平台 PVP 对战和社区 Mode 以及丧尸模式的支持。但是由于很多人最早玩完单人主线剧情之后，最多也就是偶尔上线玩下联机合作模式，因此后面的很多更新都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口碑成效。就目前《零口径2》的预告片短暂的画面来看，基本上的内容框架跟第一部的区别不大，除了必然的主打单人合作剧情战以外，其他游戏模式也将在续作发布时同步登陆。而且除了第二部，开发者同样也在着手第一部的快乐3画质增强版，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然后是一款 VR 恐怖猎杀游戏 Defy， 游戏背景设定在一个超现实的边缘世界。VR 玩家被造型诡异的生物追杀，在躲避前行过程中可以使用近战武器或强大的枪械，用暴力肢解病变的怪异生物。游戏场景中的走廊会时刻变化，这才是最为恐怖的。在一个基于物理的动态恐怖世界中体验真正的恐惧，你的每一步在黑暗中都是未知的。而且游戏设计的怪物也确实蛮有特点的，光看这个预告片我都觉得有点瘆人。游戏测试将于2024年2月上线，暂时确定只上架快手平台。制作过多部叙事互动影像作品的 Novolab 带来了首款游戏作品 Demeter， 相信朋友们都看过他们的 VR 科教纪录片《苍穹》。Demeter 作为 MR 游戏，使用混合现实技术，实时创建关卡和挑战，将充分适应玩家现实空间的环境来解决谜题，并能操控游戏角色利用墙壁和家居进行攀爬、跳跃、飞行和奔跑。我之前说过 MOS 的2部系列作品就很适合在透视模式下游玩，现在 Demeter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算是同类型第三视角的 VR 游戏里第一款支持 MR 玩法的。游戏设定，女主角驾驶外太空飞船漂流到了地球，你要帮助她探索故乡星球的遗迹。游戏的美术风格还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目前暂定只在快手上架，而且已经上线页面并开启了优惠预购。Common Dreams 是一款单人生存恐怖 VR 射击游戏，这款游戏的开发者之前开发过相似题材的希望悖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不过希望悖论我看现在已经是在 Steam 下架了，所以 Common Dreams 相当于是在希望悖论的基础上升级而来的全新作品。这个先导预告片给人的第一眼就是穿越半径的感觉，就连主要的故事设定也像。VR 玩家扮演的特工猎人同样是要去探索一个特异区域，沿途需要收刮物资、击退怪物及寻找神器，而且必须要在夜晚前回到驻地，否则就会被丧尸追杀。除了每次出去探险、搜寻物资、变卖、提升自己的武器库外，游戏里还有一只狗来当你的忠实伙伴，不仅会帮你战斗，还能帮你收东西。这个设定啊，亚历山大阳光2听了也直呼内涵。有趣的是，这款游戏还有线上模式，不同玩家之间会去竞争终极猎人之位，听上去又有点向塔布尔幽灵学习的意思。这类硬核生存 VR 射击游戏确实在国外 VR 玩家群体里很受欢迎，游戏预计呢会在2024年上线 Steam VR。既然说到了塔布尔幽灵，他们今天也是正式宣布从 AppLab 商店毕业，进入 Quest 主商店。同时他们还推出了2款全新的游戏作品，第一款是风格化的 VR 上市游戏叫寂静北方，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主打 PVPBE 的僵尸生存恐怖掠夺射击题材，但单纯看这个划分属实是有点不尽人意，反正我是没有提起什么兴趣。他们第2款游戏是 Gram， 定位是 VR 多人生存游戏。VR 玩家被放置红色外星荒地中，想要生存下去必须收集资源，同时还要与其他玩家战斗。听上去依然是 PVPBE 的模式，只是多了个还能制作道具并建立自己基地的设定。
你可以与朋友和邻居合作建立定居点，并进行和平的交易。当然，也可以直接突袭他们的基地，掠夺他们的资源。建造上除了一般的防御公式，还可以设置陷阱。VR 玩家有完全的自由度，收集自己的资源和指挥领地。反正感觉上这2个新游戏都是从塔布尔幽灵的变种而来啊，还是蛮好奇他们在塔布尔幽灵的基础上还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的。VR 末日求生游戏生存国度的开发团队同样带来了自己的新作预告。这款名为《太空猎人》的新游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消息，预告片也是纯粹的 CG 概念预告，除了能大致了解到是外星科幻故事背景外，一切知之甚少啊。虽然最后说的是明年登陆 Steam、Quest、Pico、PSVR2，但是一般不出所料，这种连预告时机都放不出来的游戏，实际进度基本上就是要大跳票的。接下来是支持跨平台对战的 VR 惊悚多人游戏 Hunt Together， 也是今次游戏展会中少有的下个月就能正式上线的 VR 新游。VR 玩家可以通过 1v1 或者 1v3 的模式对线上玩家发起 PVP 捉迷藏挑战，双方分成2个阵营角色，猎人和幽灵，两者都配备专有的技能和物品，在不同的闹鬼地图都有不同的环境元素可以用来干扰对方，互相挑战双方心理恐怖的极限。首发上线确定 Quest 和 Steam VR 平台，但是交叉对战要等到2月份才能上线。最后是一款官腔站桩类的 VR 射击游戏 Undercover， 游戏预计会有5到6小时的单人合作战役剧情时长，就像危机行动队那样，同时还会提供 Roguelike 模式。怎么讲呢？这类游戏也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玩起来感觉都大差不差，反正就街机性质，偶尔玩会儿乐呵一下，勉强还行。如果真的这类游戏未来有什么大突破的话，我估计就是得图形质量做到红色物质那种程度了。那游戏预计将于明年2月15日登陆 MetaQuest 平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就陪着 VR 成熟龙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具体的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